有缘人。在我们灵性觉醒的这个阶段中，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，但是又特别关键的一个时期，它叫空白期，或者你把它叫做空频期，也可以把它叫做停顿期，好像那个钟的钟摆一样，忽然一下子走向了一个静止的状态。那么在这个空白期的时候，很多醒过来的人，他会丧失对生活的动力。我记得曾与一位同修交谈，他极为聪慧，对灵性有着敏锐的感知，专注于修行，心无旁骛。在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暗夜之后，他有了一次重大的觉醒。他告诉我，自己看穿了身份、自我和追逐外在成功的幻想。然而2个月后，他却常常怔地盯着天花板，几乎连床都难以起身。他无奈地说道，过去我常常因成就不足而哭泣，如今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所作为。我原以为觉醒会让我焕发光彩，没想到却变成了这般模样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总以为灵性的觉醒会让人变得更有力量，对生活充满激情，但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，觉醒的第一步反而是坠入一段深深的虚无。你开始会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，感到疲惫，甚至你会怀疑自己，说为什么我终于看清了真相，反而变得如此麻木。其实这不是退步，而是那个自我结构正在瓦解的信号。那些曾经支撑你生活的意义的支柱，什么目标、事业、关系，甚至时间感，都会开始一一崩塌。荣格称这种状态为中间地带。你从旧的幻觉中醒来了，却还没有进入一段新的清晰的阶段。你过去所认同的那个我，其实是社会、家庭、他人期待拼凑出来的角色。现在这个角色开始瓦解了，而那个真正的你又还没有开始完全浮现。所以你不是没有动力了，而是过去驱动你的方式失效了。什么目标清单、5年计划、焦虑、比较，那些曾经点燃你、推动你、驱动你的人生机制已经燃烧殆尽了。它们不是错的，而是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使命。现在你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那些旧的燃料不再适用了。荣格说这是灵魂的暂停，你内在的钟摆从我必须要去做很多事情开始摆向我为什么还要做事。这个看似的停止，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转化的前奏，从那个假我向真我的过渡。这个时候的你就像一个演员，刚刚要走下舞台，脱掉那个角色的服装，你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表演。你不是无能，而是站在了一个转折点上。你内心深处被压抑的那些部分，那些恐惧，那些自卑，那些愤怒，那些控制欲开始浮现出来了。他们不是来打垮你的，而是来唤醒你的。这是一段瓦解跟重组同时发生的一个时期，它可能不是一种直线式的成长，而是螺旋式的推进。你会一次次地看见自己
曾经回避的那些部分，陷入混乱，慢慢的驱离，然后再一点点的去整合。每一次你面对内在的阴影，都是在恢复力量，也是在找回自由。你会逐渐明白，那些所谓的崩溃，其实是救我的退场，而那些模糊、空白、不确定是新的自我正在苏醒的预兆，不是在退步，而是你在脱壳。你每次混乱后的清晰，都是你的灵魂归位的一种信号。你的方向开始改变了，不是在奔跑似的去追逐，而是像在雾里面行走一样。你每走一步，你下一块的石板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，看似好像有点漫无目的，但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更深层次的方式寻找到你内在的指引。但这一次它不是来自焦虑，也不是为了表演或者去讨好谁，而是一种更温柔、更真实的内在召唤。你开始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过的人生是什么样的？很可惜，现在灵性往往跳过这段最困难的过程，它往往鼓励你，只要跟随你内心的喜悦，只要保持高频的高能量，却忽略了一个深刻的真相，就是真正的整合必须要穿过这段阴影。荣格说，如果你跳过了这段黑暗，那你就跳过了黄金期。你以为的失能，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在慢慢的浮现，而你的心理系统有意暂停这种清晰感与行动力，好让你停下来面对那些曾经被你忽略、压抑和逃避的部分。这不是失败，而是一个神圣的一种代谢过程。当你不再去抗拒这段空白，那些新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微微的颤动起来，而那股熟悉又陌生的生命力开始回来了。这次它不是一种肾上腺素，也不再是一种表演的驱动，而是内在对齐的结果。它不是追逐，更像是一种激起了什么东西。荣格称之为自我的浮现。你会感觉到自己像被一汪轻轻地搅动的水面一样，不再被外界牵着走，而是内在的某种东西在召唤你。这个时候你不会再问我该怎么去做，而是开始聆听什么在悄悄地召唤我，不是再被那种错过的恐惧驱动了，而是被内在的对齐感去引导。你开始信任你的直觉，梦境、共鸣、巧合，不再一味地去向外面去求证，而是荣格说的象征性生活。当小我臣服，潜意识被整合，我们才能从一个比人格更深的地方真正的活出自己。那个时候，人生不只是关于生存了，而是关于意义。它可能看起来会很普通，却极为真实。你也许依旧会困惑，也许你还是会疲惫，但是不会有那种我怎么在背叛自己的感觉。你会开始勇敢地说不，哪怕对方给你的是一个好机会。你会愿意去创作，即便是没有人关注你。你会愿意去跟随自己的好奇心，而不是一些任务清单。你会选择内心的平静，而不是为了讨好谁。这就是你心的燃料，不是为了赢得目光，
而是为了表达真实的你。更讽刺的是，这种动力往往比那个小我驱动的拼搏更高效，因为它是持续的，是有你的灵魂功能的。它不再是那种应该去做什么，而是我愿意。如果你此刻正漂浮在觉醒后的那种迷雾中，感觉到空虚无力，不要急着跳出来。你不是疯了，也不是迷失，而是你旧的那些火焰已经熄灭了，好让你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火焰。而这个火焰是不会因为外界的风吹草动而熄灭的那个火焰。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虚无，恭喜你，这不是终点，而是你真正成为自己的起点。灵性的觉醒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绝对不是像那个灯泡，灯一声亮了，响了。灵性的觉醒其实是一个拆解救系统，重组新世界的一个蜕变的过程。当然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各个不同，但是基本上来说，每一个觉醒者都会经历如下这5个基本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触发期，也就是旧世界的崩塌。你会遭遇一些重大的变故，比如感情的分手、亲人的离去、财产的重大损失，或者是失业。这些把你搞得身心俱疲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解释我为什么而活，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等等。此刻的你，那个感觉就像一个人整个的被扔进了黑暗无边的迷宫里，你过去坚信的那些价值观产生了动摇，产生了质疑。你会觉得那些有什么意义呢？并且还可能伴随着抑郁、焦虑、失眠，或者那种深深的孤独感、无力感。这其实是灵性在强迫你停下原来的那种生活的惯性或者思维的惯性，它在提醒你，你是时候要开始向内看了。接下来就是第2个阶段，反应期，也就是身心的排毒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身体上的不适，比如头痛、耳鸣，甚至是其他部位莫名其妙的疼痛。你可能会厌食，也可能会暴食，有的时候你有那种毫无理由的愤怒或者悲伤，而且这时候你对那个噪音或者是人群的那个密集度，你的那个忍受力几乎为零。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你的灵魂在重组。那么到了第3个阶段叫暗夜期，也就是灵魂的深度进化。其实这是最痛苦的、最煎熬的一个阶段，可这恰恰是你蜕变的黄金阶段。这时候你就有的那个人际关系，特别是在那个家族业力方面会再度爆发，你会重复的在体验这种类似的痛苦，直到你能够真正的完成你的功课为止。这时候你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，你会在到底是退回到旧的世界、旧的秩序，还是彻底的放手、信任未来之间，你会反复的跳横。可是当某一天，当你领悟到这是有什么礼物要带给我吗？这是要教会我什么的时候，这时候光就开始渗入。那么来到阶段4，整合期，也就是新世界的诞生，你会发现你的直觉力会变强，
你不会那么容易被外界的波动而影响，你的内心的平静感、喜悦感都逐渐的增强，同时你也会吸引到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，在你的内心升起了一种渴望服务他人的愿望。那么来到最后一个阶段，也就是使命期，成为管道，你的那个使命逐渐的清晰化，它在这个世间会通过一些现实的路径，比如创作、疗愈、教育这样一些渠道去服务人类集体的觉醒。你会发现你这时候的那个思想，它是会快速的显化的。你要谨慎的是你对你念头的管理，当然你依然在你的生活中还会发生一些痛苦，但是你不会再去认同它。也就是说，你既活在这个世间，但是你又不在这个世界。每个人都会觉醒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你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通过一场完整的生命体验去搞明白我是谁。只要你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哪怕只是萌生了一个小小的念头，觉醒就已经在悄然发生了。最容易觉醒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福报深厚的人，也许在这一世，也许在很多很多前世种下了无数善的种子，积累了丰厚的善缘，只要一点点契机，就能自然而然地醒过来。另一种是经历了很多磨难的人，求而不得的爱情，事业从巅峰跌落到谷底，亲人突然的离世，身体遭遇疾病，每一个过不去的坎儿，都是你一次醒来的机会。醒不过来就痛醒。那么觉醒之后，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表面上你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两样，但你的内心会有一种无比通透的力量，让你活得越来越自在，越来越清明。首先你要知道，觉醒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，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，而且这个过程有节奏，有内容，也有方式的不同。在节奏上，你的初期会觉得突然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好像原来你的人生一直被家庭教育、成长环境、社会集体意识等等操控着。而中期你的觉察力提升了，你能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生命的游戏，甚至你能摸清楚一些规则，知道自己卡在哪个关卡里。到后期就是你会开始创造性的玩这个游戏了，用更高的意识去主导你的人生，不再只是经历和承受，而是主动去创造，让你的生命体验变得更丰富、更自由。而从内容上来说，觉醒也不是一次性的，一旦开窍，就会不断地扩展你的情感、身体、财富、关系、亲子，每一个领域都会链接觉醒，一窍通，百窍通。每一次觉醒都是一次全新的理解跟成长。而从方式上来看，一开始你可能需要冥想、打坐、疗愈等这些专门的方法，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一次对话、一本书、一场电影，甚至是散步、洗衣服、发呆，都能成为你觉醒的契机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
觉醒是自然而然融入到你的生活里的，就像呼吸一样很自然。你时时在修心，时时在体悟，而随着这种觉醒的深入，你会悄悄地发生很多变化。比如你的直觉力更敏锐了，你能听到自己内心微小的声音，并且跟随它前行。洞察力更强了，你不会再被表面迷惑，能看清事物的本质，并且你的觉知力有大大的提升。遇到事情能觉察自己那个起心动念，跳出小我的掌控，你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感，明白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你完成生命的任务，并且你的定力也会越来越稳，在生活里真正做到了不被外物所动能，保持一种螺旋上升的状态。而这些内在的变化最终会带来更深的转变。是什么呢？你会开始破除三维世界的各种幻想，比如破文字相。你会明白所有的书籍、观点、视频都是别人的理解和经验，真正的智慧得靠你自己去经历，去感悟。破情绪相，你看到情绪只是念头的产物，不会再被它裹挟。你的情绪来了，觉察它，放下它。破时间相，也不会被社会所规定的这些时间表象给困住，比如几岁要谈恋爱，几岁要结婚，而是顺其自然的，水到渠成的。破关系相，你会懂得所有的关系都是阶段性的，来是缘分，走也是缘分。破观念相，你不再执着于对跟错，而是尊重每个人不同的理解，如其所是。破我相，你会看到小我只是那个暂时的幻想，你会放下对自己身份、财富、名声的这些执着。最后破执着相，你会明白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跟自己作对，跟自己和解，才能破除所有的执着。到这个时候，你的觉醒不再只是一个目标，它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流动的生命的状态。觉醒不是为了获得什么，而是我们注定要走过的一段路，每个人都要走，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的醒过来。不用强求，你也不用去焦虑，你就顺着你生命的牵引，坦然地走好你自己的每一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觉醒及重生。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不再因觉醒后的迷茫而焦虑自责，而是将这段寂静时光视为灵魂深耕的契机，绽放出属于真实自我的光芒，活得笃定从容且充满力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